台湾海军正筹划设立新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并重组现有反舰导弹部队为北、中、南、东4大打击群，以高效管理并维护逾1000枚雄风系列反舰导弹的战斗力。为此，海军特别设立了制海导弹维修中心，专注于为雄风系列及进口美国鱼叉反舰导弹提供坚实的后勤支撑。据军方透露，海军战斗系统工厂作为专业单位，负责维护各类战斗武器系统，包括精确武器的射击准备、新建武器系统升级及自研舰艇建造等任务。在海军友好访问期间，该工厂还会派遣专业维修团队，为舰艇提供顶级维护服务，并助力舰队训练、演习，实时评估装备性能。其服务范围广泛，涵盖导弹、鱼雷、火炮、光电侦察设备及声纳系统的维修。不仅支撑海军及盟军的战备需求，也向陆军和空军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鉴于雄风系列反舰导弹的规模化生产及美制鱼叉反舰导弹的即将引进，反舰导弹的维修需求激增，因此决定独立设立制海导弹修复中心，以应对新时代的作战挑战。关于雄风系列，目前军舰上装备的雄风2型和雄风3型反舰导弹数量已显著增加，未来5年，雄风系列导弹的年产量将显著提升，其中雄风3型年产量预计达70枚，而雄风2型与雄风型共享生产线后，年产量可达131枚。即便不计入特定任务的导弹型号，现役与量产的雄风系列导弹总数已相当可观。自2024年起，美国对台重大军售将启动，包括100套岸置型鱼叉反舰导弹发射系统、400枚升级版鱼叉导弹及38辆 M1A2T 主战坦克等。这一系列军售标志着后续军火订单的续航。海军计划于今年底前成立新的制海导弹指挥部，以增强反舰作战能力。在台美军事合作加强的关键时期，台湾防卫的核心不仅在于军事装备的接收，更在于抓住当前机遇，强化实力，确保2025年至2026年台湾的安全稳定。他指出，相较于远期威胁的忧虑，更应着眼于当下，加速改革进程。为增强台湾防御能力，美国已批准向台湾出售100套岸置型鱼叉导弹系统，内含400枚可从陆地移动发射车发射的 RGM-84D 鱼叉 Block 2导弹。相关设备预计自2024年起分批交付，导弹本体则于2025年开始交付。除此之外，台湾还于2022年通过了总额为2369亿5999万7千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用于采购包括雄风系列野战防空系统、陆基防空系统、无人攻击载具、万舰导弹系统以及海军高效能舰艇等装备。海军尤为重视增强远程打击能力的岸置导弹部署，旨在敌方登陆前有效削弱其兵力。为此，计划于今年底前将海锋大队扩编为制海导弹指挥部，以强化作战效能。针对雄风系列导弹的持续量产及美国提供的鱼叉导弹系统，海军相应提升了制海导弹部队的组织架构，从大队提升至指挥部。针对外界关注的鱼叉导弹交付进度问题，苏紫云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台湾已确认将按计划接收这批岸置型鱼叉导弹。同时，美国国防部成立的老虎队特别任务组，由国防部长奥斯汀亲自督导，专注于解决军售交付延误，加速关键武器系统到位。该小组定期会商，确保台湾获得所需的军事支持，推进军售流程。苏紫云指出，老虎队的成立彰显了美国加速对台军售的决心，通过跨部门及制造商的协作，加快军售项目执行。台湾采购的岸基鱼叉反舰系统，不仅是军事采购行动，更是蕴含深远战略考量的决策。它紧密融合了技术与战略，微妙调整了当代军事力量的平衡。鱼叉反舰导弹源自上世纪70年代美国军方的研发成果，至90年代已演变为涵盖岸舰、潜射、空射等多型号的全方位反舰武器系统，成为美海军与空军的主力反舰装备之一。该导弹采用隐身设计，身为亚音速反舰导弹，其5.06米长，直径0.35米，发射重量约1350公斤的体格内藏旋机，独特的可折叠式带翼与尾翼设计，赋予其在飞行中灵活调整姿态的能力，确保高精度打击。鱼叉导弹的卓越性能赢得了全球多国青睐，包括美、英、法、德、意、日等海军强国均将其列为主要反舰武器，用于对抗各类水面目标。
历经40余年服役与实战洗礼，鱼叉导弹在俄乌冲突等现代冲突中再次证明了其作为常规武器的有效性。其历史战绩亦不乏亮点，如1980年伊朗利用美制鱼叉导弹击沉伊拉克舰艇，以及1986年美军在利比亚冲突中精准打击立方战舰的战例。鱼叉导弹之所以闻名遐迩，得益于其高精度、强攻击力及先进的导引系统与 GPS 定位能力，结合隐身设计与可调节弹翼，确保在任何海洋与气候条件下都能准确命中目标。在国际军事舞台上，尽管美国主要推广空射与舰载型鱼叉导弹，但岸基型同样性能卓越，只是推广策略较为谨慎。台湾选择采购此系统，正是基于其实际军事需求的深思熟虑。鱼叉导弹的设计充分考量了不同搭载平台的特性，因此各平台版本在设计上有所区分。例如，空射型采用固定式设计，而潜射型、舰载型及岸基型则统一采用可折叠设计。在电子系统配置上，同系列鱼叉导弹保持高度一致，但在战斗部方面，特定型号配备的 WDU-40B 弹头较其他型号增重150公斤，破坏力更为显著。所有型号均搭载 J402涡轮喷气发动机，能在启动后7秒内产生660磅的最大推力，推动导弹以0.85马赫的速度飞行，作战半径接近200公里。美国及其盟友的421次实战演练中，鱼叉导弹命中率高达93%，35%。这一卓越表现无疑是其受青睐的原因。台湾的鱼叉导弹采购计划始于2020年4月，初称 CDCM 项目，原规划分批采购多套岸基型鱼叉导弹系统及相关设施。同年7月，台湾调整方案，增购导弹，并提升预算至27亿美元。原计划的 M602反潜直升机因美国未批准而转投更多资源于鱼叉导弹。至2022年8月，双方进一步磋商，台湾追加约300亿新台币预算，并期望提前交付首批导弹，预计2024年抵台。具体订购数量当时未公开，但随后美国防卫安全合作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合同总额23.7亿美元，包括400枚鱼叉 Block 2反舰导弹、4枚 RTM-84D 鱼叉 Block 2训练弹、25辆雷达车及100辆岸基发射车等。此次采购不仅限于导弹，还涵盖了储存发射容器、维护备件等配套设施，体现了项目的全面性和复杂性。台湾规划了25个机动发射单位，每单位配备雷达车与导弹发射车，确保400枚导弹有序部署于100辆发射车上。然而，因美国方面的作业与技术问题，交付时间推迟至2024年底。经协商，台湾于2021年6月签订首批32套岸基型鱼叉导弹系统采购合同，总价约390亿7560万元新台币，首付款已支付。台湾计划于2025年前部署这32套系统，并预留资金，未来继续采购剩余68套。台湾决定购买岸基鱼叉导弹的举动，在外界引发了广泛讨论。尽管台湾已装备自研的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但仍选择引进鱼叉导弹。这一决策引发了外界的兴趣。首先，面对雄风导弹生产速度未能匹配实际需求的问题，台湾要求中山科学研究院加速生产。为此，中山科学研究院引进了美国的先进关键组件技术，旨在升级生产线并促进批量生产。然而，在整合测试阶段，中山科学研究院发现快速生产中存在的缺陷比例较高，为确保导弹质量，不得不放慢节奏，专注于生产高质量导弹，导致生产进度未达预期。其次，鱼叉导弹虽在射程、威力和速度上与雄风2型相当，但其技术优势显著。特别是鱼叉 Block 2型导弹，不仅配备了锁定海上目标的主动雷达寻标器，还新增了对海岸目标的打击能力，集成了全球定位惯性导航系统及抗干扰接收天线，能接收加密军用 GPS 信号，有效打击复杂地形中的目标，甚至直接攻击陆地固定目标。而鱼叉 Block 2加型更进一步增加了武器联网功能，通过 Link 16战术数据链接收友军平台提供的实时目标更新，调整航线以攻击最新发现的陆地目标。这些高级功能正是雄风2型所不具备的，后者既无法接收精确的军用 GPS 信号和数据链信息，也无法有效打击沿岸陆地目标。台湾部署这些岸基反舰系统的决定，
体现了其在军事战略布局上的深思熟虑与对先进武器系统的重视。此次采购不仅增强了台湾的防卫能力，也展现了其军事现代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路径。事实上，自1980年代以来，台湾就已建立了规模不小的岸基反舰导弹部队海锋大队，初期主要装备雄风系列导弹。随着时间推移，台湾不仅增设了4个机动岸基反舰导弹中队，还购入了91辆雄风2型导弹机动发射车及36枚导弹，并对现有50枚导弹进行了寿命延长，持续强化其岸基反舰能力。现在，台湾引进岸基鱼叉反舰导弹后，海锋大队将进一步扩编，以部署这款新型武器系统。此决策不仅彰显了台湾在军事防御领域的持续投入与升级，也体现了其捍卫海域安全的坚定决心。经过长期的技术革新与战术优化，台湾的岸基反舰能力已从早期的雄风系列显著跃升至当前的鱼叉反舰导弹水平。这不仅是技术飞跃的标志，也是应对国际政治环境变化的战略调整。海锋大队的此次扩编与提升，标志着台湾军事战略的重要里程碑。通过装备更先进的鱼叉导弹，台湾不仅强化了海上防御实力，还提升了应对潜在威胁的灵活性与效率。此举不仅巩固了台湾自身的防御体系，也向外界传达了其在军事现代化道路上稳步前行的决心与实力。尽管鱼叉反舰导弹在实战中表现卓越，但其高昂的研发与生产成本、高燃料消耗以及复杂的气动力控制系统维护需求，均构成了大规模部署的制约因素。然而，这些挑战并未阻挡鱼叉导弹在军事行动中的广泛应用。其出色的作战效能预示着在未来的战场上仍将发挥关键作用。台湾引进鱼叉导弹的另一深层动因在于，面对可能迅速丧失空中与海上控制权的威胁，反舰导弹成为关键防御手段。因此，构建以岸基鱼叉导弹为核心的打击群，利用高机动性卡车灵活部署，成为提升导弹系统生存能力的关键策略。若台湾成功部署包含鱼叉与雄风在内的15个反舰导弹发射阵地，将对潜在的海上登陆行动构成严重威胁。尽管这些导弹在技术上并非顶尖，但实施饱和攻击时，足以对敌方舰船的防空系统造成巨大压力。为有效应对这一威胁，派遣战斗机与侦察打击无人机进行全天候监控，并在必要时实施精确打击，成为必要的防御措施。考虑到鱼叉导弹运输车目标显著，其暴露的风险亦不容忽视。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